西天取经就是个恐怖的阴谋。此刻灵山尸横遍野，佛祖脸色惨白。猴哥用尽全力把我们送出灵山，然后霎时间从天而降一块巨大的白色人皮，笼罩住所有佛陀。最后一眼，我看到了全身腐烂的古佛，扯着脸皮对我们做了一个笑脸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大师兄，悟空！我和师父凄厉地喊着。我说小白龙，先别喊了，逃命是正事，咱们找来帮手去把猴哥救出来。二师兄劝着我和师父。我们1个时辰前还在接受封赏，每个人都修成正果，但万万没想到灵山居然出了如此巨大变故。先是我们去藏经阁取书的时候遇到了阿难尊者的刁难，在猴哥向佛祖告状之时，佛祖却愣住了。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，灵山根本就没有什么阿难尊者。就在所有人都疑惑时，我发现佛祖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嘴唇越来越黑，从他身体里传出一阵非男非女的笑声。他的笑声逐渐夸张，伴随着这阵瘆人的笑，其他佛陀的身体也发生腐烂溃败。大师兄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扔下那句话，便把我们救了出去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师父尽管已经成佛，但此时却又回到凡人时期面对妖怪的焦急模样。这不怪他，其实谁都害怕。大师兄可是齐天大圣，在他之上还有各位菩萨和如来佛祖，可是他们死的死，烂的烂。我不敢相信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妖魔鬼怪？我们逃了好远，直到再也看不见灵山，我们才稍作停歇。徒弟们，你们想个办法救救悟空和众佛。我们都把头低下，朱师兄和沙师兄都本领平平，而我这个白龙马能耐还不如他俩。对了，大师兄说咱们一路上都有个死人跟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到这，困惑道。二师兄晃荡着大耳朵，随口回我，嗨，指不定是猴哥被吓坏了，当时胡言乱语，一个小鬼有什么好叫嚷的。三师兄也说，是啊，一个死人而已，说白了就是鬼。我却沉默不语，认真思考起来。我们这个取经队伍，哪怕是最废材的我，也是真龙之身，若真是个普通的鬼，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他魂飞魄散。可是大师兄最后那句话绝不是胡言乱语，也许是一个比齐天大圣和如来佛祖都厉害的鬼。轰隆！我脑子里响起一个炸雷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没敢停留太久，师父当即做出安排。师父和沙师兄去往南海请观音菩萨，我和二师兄去天庭找玉帝。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，佛祖都不行，就算请来菩萨和玉帝也未必好使。我俩来到南天门，巨灵神站在门口，见到我们飞来，拱手行礼。天蓬、三太子，你们可是要面见玉帝？没错，出大事了，赶紧让我们进去。二师兄吭哧吭哧地说道，当即便要往里闯。哎，天蓬，玉帝说过，现在闭关，谁也不见，再晚点我大师兄就成死猴子了。二师兄怒气冲冲地指着巨灵神。高大的巨灵神把脑袋左右看了看，见四下再没别人，把头低下小声地说，其实灵山的事我们都知道，玉帝现在闭关就是在躲灾，这是天庭根本管不了，我们也害怕。你们这么多神仙还如此胆小？我忍不住质问。巨灵神无奈地摇摇头，总之今天你们进不去，其实就算进去了，也是谁都见不到。他又补充一句，不如你们去九重天找太上老君，老君与天地同寿，也许有办法。眼见玉帝躲了起来，巨灵神这个主意倒是让我和二师兄眼前一亮，当即驾云飞往九重天。九重天上，老君一个人孤零零地立在大殿门口。我们刚要说话，老君摆摆手，有些低沉地说，来意我已知晓，你们可知道毁灭灵山的是什么东西？求老君指点。世人皆知盘古开天辟地，
可是有一种东西却是在盘古之前。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它的样子，但是它却出没在漫长历史中，化身万物。我和二师兄沉默不语。老君说的太玄了。你们抬头。老君伸出一根手指，指向九重天之上。也许他是从那里来的。九重天上面是什么？没人去过。那请问老君有没有办法救出我大师兄？老君转身走进店里。没有办法，在凡人眼里，我们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可是在那个东西眼里，我们和凡人没什么区别，因为它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俩沮丧地离开天庭，此次前来一无所获。算了，先去找师傅和杀师弟吧。二师兄挠着头对我说道。南海观音道场，你们二人前来何事？我看着眼前的观音，有些说不出话来。这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根本没见师傅他们。菩萨，我师傅没有来您这吗？观音脸上露出不解。你师傅并未到此，怎么了？菩萨，灵山被毁，我大师兄和诸位佛祖都被一张巨大人皮困住，还请菩萨想想办法。观音大吃一惊，怎会如此？还望菩萨出手相救。我和二师兄跪倒在下方，请求菩萨。好，你俩先去灵山那里，我随后就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菩萨答应得很痛快。我和二师兄相视一笑，最起码有个厉害的角色愿意帮助我们。就在我们即将走出道场的时候，我却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师父和沙师兄既然不在这，那他们去哪了？咯咯咯！一阵非男非女的笑声响起，吓得我俩一激灵。这不是当时在灵山佛祖肚子里传出的笑声吗？我扭头看去，笑声却又消失不见。怎么了？菩萨问我。没什么，弟子告退。就在我转头时，我的眼睛余光却瞥见一幕诡异的画面。观音菩萨在偷笑。我顾不得失礼，直接问道：您刚刚在笑？观音菩萨有些奇怪，谁在笑？我却说不出话来，也许是我之前被吓得不轻，出现幻觉。稳了稳心神，我再次行礼告退，没想到刚走2步，扑哧，咯咯咯，那菩萨已经不再掩饰。他先是捂着嘴，然后发出一连串非男非女的笑声。你俩真是笨得可以，你们难道忘了我在灵山的时候就已经被佛祖吃掉了？咯咯咯！这句话简直让我头皮发麻。那你……观音脸色越来越白。那孙猴子不是说有个死人吗？你们猜猜我是谁？二师兄一屁股坐到地上，直冒冷汗。我也是强撑着拔出宝剑，与面前这假观音对峙。灵山是你毁的，我师父和师兄呢？假观音的脸色惨白，嘴唇发黑，2个嘴角都快咧到耳边。你师父可和我没关系，还记得你沙师兄吃过9世取经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在刚才，他把第10世取经人也给吃了。这不可能！我怒吼道，沙师兄是最忠心的徒弟，一定是这假观音编出谎话乱我心神。什么都有可能，比如你们这西行之路，我一直都跟在你们身边。我根本没见过你，你是哪个妖怪？呵呵，好好想想，在你们这一路上肯定见过我不止一次。我气急反笑，现在哪有功夫跟他扯这个？小泥鳅，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，你重走一遍西行路，把我曾经出现的地方都找出来，我就放了你的大师兄，还能让你师父和灵山众佛活过来。谁会信你？闻听此言，假观音冷笑道：你莫得选。我被假菩萨随手扔回西海，二师兄也不知所终。那个东西临走时说，让我重走一遍西行路，找出他曾经出现的地方。如果我完成任务，作为奖励，他可以放了大师兄他们。其实我很费解，首先，为什么他会找我，而不是其他人？要知道，3界之中，我只是个小角色。也许是因为我当过白马，驮着师傅走了一路。
其次，他为什么要让我去寻找？他想干什么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回到西海水晶宫，这里是我久违的家，也是猴哥拿走金箍棒出道的地方。潜入海底，我却有些傻眼。之前龙宫是在海底5000米，可如今只下去1000米，便看到那炫光夺目的宫殿。父王，儿臣回来了。我看着眼前的西海龙王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在心里。他惩罚了我几百年，可也因祸得福，我修成8部天龙。只是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儿啊，听说灵山出大事了。父子相见第一面，他便问出这句话，我也没隐瞒，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父王单手拄着珊瑚宝座，唉声叹气。你可知道咱们龙宫为什么会搬到如此浅的海底？而臣正想问，之前为海底5000米，如今却只有1000米。这位3界的水族霸主此刻的反应却不太对劲，他像个受惊的老人，眼珠转动，在回忆什么。1年前，咱们龙宫探子来报，说是龙宫下面有个奇怪的东西正在向上漂浮。我当时正好无事，便亲自去查看，却不想那是个……说到这，父王表情更加慌张。那是什么？我好奇地问道。从海底浮上来的，居然是一副巨大的白色人脸，足足有上万米那么大。话音刚落，我身形凝滞，被吓得有些发愣，因为这个画面太过骇人。那人脸实在是我见过最诡异的，他还在对着我笑。此时我的心里已是扑通直跳，这人脸和那灵山的怪物一定有关系。想不到1年前居然就出现了。然后怎么样了？爹虽身为龙王，但是当时在那人脸面前却只有恐惧。当即我催动法力，把龙宫全部搬走。这1年，我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。唉，我长叹一口气，不知道怎么安慰父王才好。我自己现在身上也有最苦恼的事。这时，一个疑问在我心里窜了出来，也是一个埋在我心里好久好久的问题。父王，从儿臣生下起就想知道，这海的最下面是什么？父王听完这话，反应激烈，他抓着我的肩膀。爹劝你永远别去大海的最深处，我怀疑那白色诡异人脸只是下面的冰山一角，海底深处有真正的大恐怖。所以你也没去过最深处？哎，没有，而且据我所知，3界之中也没谁去过。爹当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往深处探索过，但是我越往下越害怕，最后实在扛不住，游回浅海。我有些颓废的和老爹一起靠在水晶台阶上。灵山的事已经够折磨人的，未曾想海里也不安静。父王，要不然你去北海三叔那吧，好歹有个照应。儿臣还有事要办，就先告退。这次回来看一眼父王，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事，我也无心继续待在龙宫，毕竟还有事情要做。起身向父王拜别，就在我快要走出水晶宫时，父王叫住了我。儿啊，都这时候了，我还有个秘密想告诉你。什么秘密？你知道你大师兄金箍棒的来历吗？难道不是老君所炼，然后羽黄治水之后留在东海吗？呵呵，根本不是。其实那金箍棒是从大海最深处飘出来的骨头。什么？那金箍棒其实是一块小母手指头。事情越发离奇。我曾经以为3界本该就是这个样子，人神鬼仙妖，从天庭到地府都应该井然有序。现在我才发觉我以前有多幼稚。3界的迷雾越来越大，比如9重天之上是什么？大海最下面又是什么？我不敢细想这个问题，我怕忽然在心里萌出那个正确答案。小时候总以为天庭是最高，地府是最深，可是老君和父王都在告诉我一件事，所有人都在坐井观天而已。重走西行之路，第一站，我打算前往花果山，那里是猴哥的开始，也是西行的开始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想顺便查一下六耳猕猴，他假扮大师兄的时候曾经回过花果山。
现在想想，这个家伙是真的可以。奥莱国花果山，这里遍布漫山遍野的猴子猴孙，猴群每年都会去瀑布中心参拜一座雕像，那是他们要等的人，他们等了500年。你是马猴将军？猴群把我围了起来，我问向为首的那只老猴子。老猴挥手示意猴群散开，温和地和我打着招呼：你应该是大王的师弟吧，西海三太子。你居然认得我？大王回来过一次，和我们说过。那次是不是有个假猴子冒充你们家大王？说完这句，老猴浑浊的眼珠立马蹦出金光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来洞里说话。我跟随老猴来到瀑布后的山洞，这里安静异常，只有一个石床摆在台阶上，静静地等待它真正的主人。请问三太子，大王为什么没回来？我不知该怎么回，告诉猴子们也只会白白让他们担心。大师兄还有要事，暂时回不来。我扯了个谎。老猴迟钝地点点头，似乎在让自己相信这番话。你刚才说那个冒充我家大王的假猴子？没错，他叫六耳猕猴，后被佛祖擒拿。我想问，当时他在花果山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老猴听完竟然露出苦笑，接着仰面闭眼，我看到有一滴眼泪滑过。什么六耳猕猴，什么被佛祖擒拿，那都是假的。我有些听不懂老猴的话。为何如此说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稍后我也想拜托你一件事。可以。老猴对着石床看了良久，这才开口。500年前，我们猴群在水帘洞外选出一位美猴王，那段日子是我们最开心逍遥的。后来大王想去海外学习长生不老术，他便坐着木筏独自出发。抱歉，这些事我听大师兄讲过。我不合时宜地插嘴道。老猴有些木然地看着我。那有件事你一定不知道，大王出发3天后，我在海边捡回了他的尸体。这话如平地一声雷。我倒退2步，身体内的血液仿佛瞬间凉透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怒发冲冠，指责道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老猴没有理会我，反而慢慢蹲下，抱头痛哭。我多希望那是我的幻觉。可是后来又有一个大王回来了，他还带回一身通天彻地的本领。老猴干枯的脸上全部被泪水打湿，嗓音也完全变成哭腔。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，究竟那个海边的尸体是大王，还是说学成回来的是大王？那六耳猕猴。之后那具尸体被我悄悄埋在后山冰潭。再后来，当真假大王的事情发生后，我又去了一趟冰潭水下，结果……老猴停顿一下，我有些猜到他要说什么。结果那潭水下的尸体不见了。一阵眩晕自头顶传来，我只觉得我在做一个可怕的噩梦。直到离开花果山，我依然头晕目眩，难以消化刚才听到的话语。掐诀念咒，我来到地府。老猴临走时拜托我的事，正是把他从生死簿里加上去。老猴说自己活够了，而我也要去验证一件事。地府阴森黑暗，没有日月星空，就像一个又宽又长的黑棺材，囚禁着每一个鬼魂。阎王同样避而不见。不过我也没去管这些，先找到崔判官，把老猴的事情办完。判官旁边的白无常让我有些不舒服，我扭过脸，刻意的不去看。再帮我查一下，500年前花果山是否有一个猴子出海被淹死？判官找了没一会儿，便告诉我，没错，那一年确实有一个猴子出海溺亡。咔嚓，桌案被我用力压碎，我感觉自己要疯了。大师兄说过，有个死人跟着我们一路西行，难不成就是他自己？不，一切都是那白脸怪物，所有诡异的事情都是因为他。不，是那个学艺回来的假猴子。不对，回来的是真的大师兄，死在海里的是假猴子。等等，死的是真的，回来的是……无数想法在我脑海中撞击，霎时间
我觉得头疼欲裂。良久，我才缓过神来。西行之路的一幕幕浮现在心里。大师兄善良慈悲，拥有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，他绝对不可能是那诡异的怪物。我的内心逐渐坚定，我相信大师兄，而且这也让我确定，下一站菩提祖师那里是一定要去的。菩提是真正的高人，可与三清佛祖比肩，也许他会知道些什么。方寸山下，雾气蒙蒙，偶有仙鹤声鸣，千株老柏，奇花异草，当真是个洞天福地。不远处传来一阵畅快的歌声，我好奇走去，发声处是一位樵夫，他头戴斗笠，手持铁斧，身后背着一担柴火。请问这位大哥，你可知这山上有一福地，名为斜月三星洞？樵夫抬头看向我，露出斗笠下的容貌，质朴沧桑。小哥，往西走30里便是神仙洞府，你是来拜师学艺的？我微笑回道：正是，多谢告知。樵夫远去，我腾云驾雾，飞往三星洞。不多时便来到这里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吃惊，满目无人，破败荒凉，山门也已腐朽。菩提祖师去哪了？这位神仙的身份在三界都是一个谜，他神通广大，教出许多徒弟，只是他究竟是什么来头，谁也说不清。我沿着山门往里走，这里也曾是大师兄来过的路。大师兄和我们说过，他漂洋过海，终于来到此地，然后他来到此处，在山下遇到一位砍柴的。等等，原来如此，有个细节我没有注意到，这里果然也有问题。方寸山下，黄庭山歌依然飘扬在雾中。我站在那樵夫面前，平静道：现在我找到你了，我该叫你菩提祖师还是白脸怪物？樵夫摘下斗笠，脸色越发惨白，他呵呵一笑：不错，第一处地点你已经找了出来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有问题的。很简单，一个普通的樵夫活不了几百年。他点点头表示肯定，作为第一个奖励，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件事。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。我连忙问，我大师兄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溺亡在海里的猴子和后来的齐天大圣，哪个是真？没有什么真与假，那猴子确实死在海里，不过后来的猴子也同样是孙悟空。只能说真与假，生与死，是你们三界的浅显见识，你不妨说得明白些。哎，那猴子死后，一缕念想不灭，我帮助这缕念想重新回到世间，又自称菩提祖师，传授他本事。我理了理思绪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他说道：那猴子是我的重要棋子，我得让他按照我的安排走上西天取经之路。我咬牙切齿地指着他，所以这一切早就是你的阴谋布局。是啊，他很痛快地承认。那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话没说完，我便发现嘴巴好像被堵住一般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他嗤笑道：你的问题有点多，想知道答案就继续走吧，只是祝愿你走到最后别崩溃就好。说完，眼前的白脸怪物消失不见，我的嘴巴也恢复正常。这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：别叫我白脸怪物，我有名字，我叫古。古，三界之中从没听过这个名字。长安热闹非凡，街道两旁摊位铺子络绎不绝，我一袭白衣行走在人群当中。今天是15，长安大多老百姓信佛礼佛，他们3、5成群地前往寺庙烧香。长安最大的寺庙5年前便已完工，身边有人议论，这里是在等一位高僧回来普度世人。测字吉凶，百卦百灵。路边的一句吆喝声让我停住脚步，扭头看去，是一位算卦老者，身穿灰色布衣，坐在一张破落桌子前。这位公子最近可是有烦心事？他见我路过，叫住了我。我心里暗想，岂止是烦心，我现在是有个大麻烦事都写在脸上了，还用你来说？无非是挂摊揽生意的手段而已，我不想搭理他。公子一身水泽之气，像是海边人士。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听着有些耳熟。
踱步上前，我微笑道：“你算错了，我是山里的。”老者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公子不必自欺欺人。”我坐在他对面，随手变化些碎银子扔在桌上。我发现他看到银子后，眼睛都发亮了。那你随便给我算点什么吧。我并非要算卦，只是越发觉得这场面有些熟悉。老者不动声色地把银子收到口袋，装模作样地掐算了半天，这才开口：“公子想必是应试在即，担心大考落选，而且最近倾心一位姑娘，我说的可对？”我有些无语，他说的没一样对得上，果然就是个江湖骗子。两人都沉默了小会儿，随即我眼神凌厉地瞪着他，同时释放出一丝威压出来。这老朽可是算得有差池。他有些慌乱，深吸一口气，我半威胁地说道：“没有一句是对的，信不信本公子找人砸了你的摊，把你撵出城去？”“哎呦，公子饶命，老朽也是为了吃饭，要不我把钱退给您。”老者连连拱手向我求饶。“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刚见到我的时候为什么要说那句话？”老者赶紧回答：“老朽就是随便学了本卦书，这才出来讨口饭吃。至于刚才见到公子说的那句话，我也不知怎么就说了出来。”他似乎在想什么，过了一会，恍然道：“想起来了，我们长安算卦的都自认为是袁守诚半仙的徒弟，刚才那句话好像袁守诚他老人家说过，当时是给龙王算命，这是惊动了全长安。哎，人呢？”我早已话锋飞去，怪不得刚才的场景有些熟悉。当年泾河龙王便是来长安算卦，他当年也是一袭白衣，然后便有了偷改雨水点数，在之后便是我们经历的黑水河。腾云驾雾之间，没几个时辰我就来到了黑水河。这里的河水依然漆黑入墨，甚至比我们来这时更黑。传言是因为驼龙来到了这条河，才使得河水如此，可他已经被赶跑，怎么还？河水两侧已经看不到一户人家，更别说有打鱼的。我觉得有必要打听一下。我变化成一位普通路人，敲开附近村落的一户家门。在讨水时，我故意把黑水河问出，想探探口风。“哦，你说那条河啊，5年前就黑了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我们附近百姓谁也不敢过去，都说那河里有妖怪。”我把水碗还给那户人家，道了声谢。等那户人家进屋后，我的脸色阴沉下来。脸色不好当然不是因为那户人家，而是因为时间不对啊。我又隐身来到本县的书库里，寻找当地的县志。翻开有关黑水河的记载，上面清楚写着唐贞观15年，清水县外河水全部变黑，县衙命令百姓不得靠近。贞观15年，那时候驼龙早就来到这，按理说河水早就应该变黑。我忽然想起来了，那一年我们来到了这里，难道黑水和我们有关？又回到黑水河岸，我催动佛家法眼观看其中，这一看却让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那河水里竟然有亿万兆黑色的蠕虫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河水的诡异居然不是妖怪弄出来的，而是和我们的到来有关系。我再也不想往那河里多看一眼，连忙闪人。这河水让我想起一份线索，和另一条河有关，那条河更是诡秘异常。西凉女儿国，子母河蜿蜒流淌，把整个国家包裹起来，就像是母亲拥抱孩子一般。这个国家很奇怪，全部都是女人，没有男人。我心里冷笑，什么子母河、鬼母河还差不多，我至今也不知道这女儿国与子母河的秘密。河岸一艘小船静静地停在那，等着来往的旅人。当年我和师父师兄就是坐这艘小船到达的女儿国。当时那船家婆子并没告诉我们河水不可以喝，这才导致他们误饮河水，闹出笑话。现在想想，那个婆子是真坏，明知有问题却不提醒。不过那婆子的好与坏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人类。我踏上小船，向婆子打着招呼：“古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婆子没看我，一身破烂衣服靠在木船上。
速度蛮快的，这么快就又找到我了。我也撩衣坐在船板上，不知这次你可以再回答我一些问题吗？可以，说吧。我一开始以为古是个满身阴谋的怪物，但是这2次接触，我发现他有些方面倒是直白。黑水河是否和我们师徒几人有关？古发出老太婆的声音回答我：当然是你们的到来让这里发生变异，可我们什么也没干。你们不需要做什么，你们就像是一滩毒药，走到哪里毒到哪里。不可能，是你做的手脚吧？古没回答我，他缓缓站起来，真就像个老太婆一样，佝偻着身子看向子母河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子母河吗？这里的秘密你可懂？如果你愿意说，我倒是想听。这世上有生就有死，有阴就有阳，可是这里只有女人，没有男人。所以这是我对你们的提示，这个世界多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也是缺少一样东西。那个东西就是你。是啊，他承认得很痛快，所以阴阳平衡被破坏，这个世界病了。你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古沉思好久，然后看向我，我竟然在他眼里看到了悲伤。我的名字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我从来没听过。不，3界都知道这个名字，好好想想。他与小船都消失不见，留我自己漂浮在水面。3界都知道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比玉帝佛祖和三清更有知名度？我瞬间像被定身一般，因为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名字，3界都知道。盘古。晃悠几下脑袋，我试图把刚才想出来的名字忘掉。开天辟地的至高人物，怎么也无法和那诡异怪物联系起来。现在该去寻找下一个地点了，每次找到它都会得到一份答案。我猜也许到最后我会知道一个曾经无人知晓的秘密。我来到狮驼岭旧地，这里曾经是取经途中最为血腥恐怖的地方，那3个魔头也是最为棘手的敌人。可是现在大小妖怪都已散去，这里只有血液干枯后印成的黑色废土。古并没在这出现过，是我想的有些偏离。这狮驼岭曾经恐怖，但却不代表诡异。脚踏白云，这西行之路我到处寻找起来。这条路我们之前走了10年的风风雨雨，但是其实对于神仙来讲，不到1天就能飞个来回。白骨精，小妖怪罢了，不是这里。青牛怪，正儿八经的天庭仙兽，也不是。乌鸡国井下的国王鬼魂，不是他。黑熊精、犀牛怪、七绝岭等等这些地方，我一无所获。也许未必要把目光放在妖怪身上，那么除了妖怪还有谁呢？武庄关仙气缭绕，院内一名小道童做完功课，无聊地坐在人参果树下望天。我绕过道童，直接来到道观中间的大厅，见过镇元大仙。我毕恭毕敬地深施一礼，毕竟这位可是不好惹的主，好没规矩，也不知道通报一声。镇元大仙身披黄色道袍，手持拂尘，面露不快。打扰大仙，还望见谅，弟子今日前来是有要事想问您。你先说，我再决定要不要回答你。我鼓足勇气问了一句，敢问大仙，这人参果树的来历？听完问话，大仙有些皱眉，不过也没发火，回答道：这是天地出生灵根，9000年一颗果实，吃下可活47000年。说到这，他有些得意，然后脸色一板说：你们师徒几人当时路过这，不是都知道吗？其实我要问的不是这个，接下来我要问的，我怕他会发火。敢问大仙，人参果吃下可长生这件事，是谁告诉您的呢？大胆！大仙看起来怒气上冲，显然这个问题有些不该问。我缓缓挺直腰杆，一步一步向他走去。当年师父和师兄们被你安置在房内歇息，而我那时只是一匹马，没人注意我，所以我独自待在外面，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。他有些慌乱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负手在背，
继续向前压迫着。我看到一头白鹿半夜前来，送来了几名小娃娃，然后你抱进房内，不一会那些娃娃就变成了果子。你这是一派胡言。这位大仙真的慌了，话都有些不利索。现在让我说说最有意思的一幕吧。我发现你也许不是真正的镇元大仙，因为当时你在对着另一个人毕恭毕敬，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人。别说出来。他的额头已经渗出冷汗，生怕我说出下一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随后一个稚嫩的童声开口道：小泥鳅，既然你已经猜到，就别为难我的道童了。伴随着声音，一个清秀少年走进厅内，正是之前关内的小道童。我就说嘛，你才是正主，这个镇元大仙不过是你的手下而已。那清秀道童微微一笑，问我：想必寿星白鹿那里你去问过了吧？我在没理会那所谓的镇元大仙，对着道童也就是古说道：不错，我路过比丘国时想到一个问题，那白鹿的小儿心肝长生之法是给自己用，所以应该是真的，但是是谁告诉他这法子的呢？白鹿背后也许还有人。为什么你不怀疑寿星呢？古饶有兴趣地问我。我去过寿星那里，问过白鹿，他说是有一位道童告诉他的方法。我问了那道童的具体细节，再加上多年前看到的一幕，所以我来这果不其然。古轻轻拍着手掌，对我表示肯定，然后再一挥手，把那所谓的镇元大仙收入袖中。这次你又想告诉我什么？我在等待他的回答。而古过来用手指把我的视线引出门外，又指着外面的人参果树说：每一个所谓的人参果都需要无数孩童做药引子，然后炼成人形丹药，最后变成人参果。吃了人参果确实会长生，可谁会在意是无数生命献祭而成的呢？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想要一个生命的延续，兴许要不知多少生灵的牺牲。这又是在暗示什么吗？我问。是。他的话每次都让我只能明白一半，我一下子感觉有些乏累。右手拿起桌上摆的新鲜果子，我大口吃了起来，含糊不清地对古说：我不想再继续走西行路了，至于我要杀要剐，随你便吧。古眯起眼睛问：不想救你师兄他们了？我没回答他，耐心地吃着手里的果子，直到整个果子下肚，我擦了擦嘴。莫有什么意义，我现在才想明白，三界在你手里也是如同玩物一般，你又何必来消遣我呢？像你之前说的一样，什么事我都没得选，所以你想干什么都随便吧。我又拿起一壶茶，咕咚灌下，吃饱喝足后，斜躺在竹椅上等他的下文。唉，古无奈的叹气，好像在面对一个小孩子。半晌后，他沉声道：确实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那个时刻很快就要来临，我让你走西行路，也是想把三界的秘密一点一点透露给你。我希望在最终来临之前，有个三界的生灵可以知道这些事。我本来懒洋洋地躺着，听这话却又来了兴趣。我倒是洗耳恭听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古在我旁边相邻的椅子上坐下，我俩竟好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般。接着他对我缓缓讲起了一个故事。世人皆知两件事，第一件是盘古开天，第二件是人先有生才有死。但是这个世界一开始就不太对，在盘古之前还有一个东西，它是死去的盘古，一具尸体，白脸黑唇。其实凡人死后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导致这世界起点就很怪。先有的死尸盘古，不知多久，死尸逐渐变为活物，然后才有真正的大神盘古。大神盘古开辟出三界，又神化万物，此后又有了人、神、妖、鬼、仙。可是有一点，最初的盘古是诡异的尸体，所以在开辟世界后，这个世界也逐渐变得诡异起来。诡异像是人体内的毒药，在一点点侵蚀这个世界。后来这个诡异本身的意识苏醒，察觉到了这个诡异意识自称为古，他想挽救三界，最后想到一个办法：重启。按照正常走向，
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会逐渐化为虚无，那时就算有10个盘古，也无法开辟天地。所以古便想，不如自己用诡异力量加快世界灭亡，然后吸收这些力量，把3界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所以他挑选了一些棋子，改变了一些事情。后来一支由他精心挑选的取经团队踏上路途，一只出海3天便溺亡的猴子，一位出生就给家人带来灾祸的转世高僧，还有流沙河底吃了9世取经人的水怪，结果导致身体里多出9个人格，没日没夜的在折磨后来的沙悟净。还有高老庄，众人在婚宴那天看到一个满身丹凤眼的怪物，高翠兰不是被猪吓到，而是被那眼睛吓到。这支团队被蛊改造成诡异源头，他们走到哪里，污染到哪里。人间诸国、天庭、地府、海洋、灵山，他们哪里都去过，3界也被他们几乎污染了全部。道观内，清秀道童喝完最后一口茶，结束了这个故事。而我已经被震惊到无以复加。原来这些都是被操控好的，是我们毁灭了灵山，为3界带来不祥。所以我说这个世界病了。道童淡淡说道：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拍案而起，怒喝道：你不是想知道9重天上和大海最深处是什么样子吗？你会知道的。道童起身整理了下道袍，抬头看向天空，喃喃自语：时间差不多，该走了。说完迈步向前。别走！我赶忙过去阻拦，可手上抓到的只有一片空气。四周传来鼓的声音，我差点忘了，龙宫下面除了一块小拇指骨变成的金箍棒外，还有一小块我的脸皮。你并不是什么白龙，你父王看到的巨大白色人脸，其实就是你的本体。我险些栽倒在椅子上，双手紧紧握拳，指甲嵌进肉里，流出鲜血。我死死地盯着鼓消失的方向。轰！巨大的动静从外面传来，那响声好似漫天神雷落下。接着下方土地也剧烈颤抖，并且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。怎么回事？我飞身而上，悬浮半空中几十里外，不少百姓叫喊道：不好了，天塌了！我抬头向上，天空竟然变为白色，好像一张永无止境的白色人皮，它在逐渐降落。人皮里，我看到化为腐尸、头戴冠冕的玉帝，还有无数同样腐烂的天兵天将。砰！那海洋竟也倒灌入地，遮天蔽日的海浪轰破了无数山峰。飞行途中，我脚下经过人间百姓，他们被大地震动的裂缝吞噬，与地府的100万鬼魂混在一起。山崩海啸，天塌地陷，全部变为现实。世间所有生灵好像在这一刻迎来了真正的平等，万物都会被毁灭。天空与大地离我越来越近，好像要把我夹在中间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泪流满面，痛苦地叫嚷起来：鼓，你不得好死！无力感渗入全身，接着便是愤怒。我疯狂地咒骂着这位始作俑者。鼓不知道从哪传来声音，你会明白的。现在我带众生去看3界之外。轰隆！天与地史无前例地合在一起，万物毁灭。寂静。我死了吗？这处空间是哪？没有声音，只有永恒的寂静黑暗。我死在天地大劫，可我的一小部分意识似乎还存留着。我是谁？哦，我是小白龙，西海3太子8部天龙。不知道多长时间过去，我感觉周围好像存在着所有3界万物的意识碎片，数量之多，哪怕是佛家的无穷大帕是也不足以形容。我是谁？我有些记不得了。我又在心里问自己一遍，好像是小白龙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咦，那些存在于万物之间的灰色物质是什么？又是不知多久过去，我说不出是1瞬间还是1万年。总之，3界的意识合在一块，逐渐形成一个巨人形状。
我是谁？我彻底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一个字：古。那我们这些万物意识就叫做古好了。古，原来是这样。刹那间灵光一现，这件事情的始终涌进我的意识里。原来古不仅是盘古的曾经，还是三界万物的未来。它存在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就是我们。我有些明白它要干什么，只不过现在不是时候。时间流逝，无数年过去，那灰色物质挤压得我们有些不舒服。我挣扎了一下，努力想把这灰色物质挤走。其他无尽的生灵意识似乎也有这种想法。开，我开口说出无数年来这个空间里的第一个字。随着这个字说出来，某种开关也被打开，万物的意识都一个个发出响应。开，开。好久好久之后，所有的意识逐渐共鸣，最终一起发出声音。开天辟地，万物形成的巨人手作劈砍状，用尽全力向前方灰色物质挥去。一声震撼古今的巨响，那灰色物质轻的上升，重的下降。巨人轰然倒在上下之间，他的身体霎时分崩离析，他的身体血肉化为了天地万物，而那无数意识也个个开始新的轮回。原来古的身体外面便是三界之外，原来这次的世界才是众生合力创造的新世界，没有诡异，没有生病的正常世界。后记：沧海桑田，岁月变迁，就连天上的神仙也不晓得多少纪元过去。奥莱国花果山中，一位猴子独自乘船漂洋过海，想要去寻找仙人拜师学艺。几天后，海中忽然刮起巨大风浪，将小船吞噬其中。就在猴子即将葬身大海时，一条白龙出现，龙尾轻轻一卷，便连猴带船都救起来。白龙身躯翱翔，将那猴子送到海对岸。猴子感激地对白龙连连拱手，接着转身去追寻他那长生不老的梦想去了。猴哥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，这次我们终于可以走一次真正的西行之路。猴哥，500年后我等着你。1000年后，某个小城里，一位身穿白衣的说书先生在给台下众人讲述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嗨，你这说书的，《西游记》这是我儿子都知道，不就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，最后取得真经，普度众生了吗？还用你在这讲？旁边有人附和，就是多少年，老百姓都听腻了，来来回回也就是孙悟空、唐僧、猪八戒和沙和尚师徒4人打妖怪的事。这时一个小孩插话道：不对，不是师徒4人，是师徒5人，还有个白龙马提潮汐。我坐在说书案台上，放下醒目，哈哈大笑。对，还有个白龙马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